就在最近啊，日本有一位前法务大臣突然在网上火力全开啊，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媳妇儿一样，痛骂印度人毫无信用、蛮不讲理。他甚至直接摊牌了啊，日本砸了几百亿的印度高铁项目已经彻底宣告失败。这事儿听着是不是特别魔幻啊？哎，当年被吹上天的日印旗舰合作项目，印度的第一条高铁，到底是怎么把日本前大臣给逼得直接破防大骂的？那今天呢，咱们就看看日本政府到底是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7月15号，这位日本的政坛大佬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长文。这位老哥可能真的是憋屈到了极点了啊！他在文章里咬牙切齿地写道：“我也曾经亲自参与过印度高铁项目的谈判，在各类国际会议上，印度方面反复展现出来的蛮不讲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他们压根就不遵守约定。哪怕你今天跟他们白纸黑字敲定了协议，他们一转脸就能直接反悔。从头到尾，他们脑子里只顾着主张自己的利益，高层都是这般作风，根本不可能达到任何正经的合作交易。”那光骂这些呢，他觉得还不解气啊，最后直接盖棺定论。为了替所有为此项目奔波的日方人员证明，我要明确的说，这个项目推进受阻100%是印度方面的责任。印度的新干线项目已经宣告失败，日本彻底被印度给排挤在外了。哎呦喂，大家听听这个语气啊，这哪里像是一个大国政治家的官方发言呀？这分明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村民进城做买卖，结果呢，被江湖骗子给忽悠的倾家荡产，连苦胆都吐出来之后的绝望呐喊啊！那大家要知道啊，当年日本为了拿下印度的第一条高铁，那可是举国欢庆啊，满世界宣扬日印友好的。哎，怎么整了10来年，最后修出来的不是高铁，而是日本前大臣在线骂街的奇观啊？那要聊明白日本今天流的泪，就得看看他们当年脑子里进的水。2015年的12月啊，当时的日本首相还是安倍，为了在亚洲的基建市场上跟咱们中国的高铁掰掰手腕，日本政府当时可以说是急红了眼啊，迫切的需要拿下一个标志性的国际大单来撑门面。而这个时候他刚好碰上了号称要搞印度现代化的莫迪老仙儿，两人是一拍即合，直接签下了一个价值147亿美元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的惊天大单。这按照当年的完美 PPT 计划这条全长508公里的铁路将100%的采用日本最引以为傲的新干线技术。原定呢是在2017年就风风光光的开工，2023年就竣工通车，让印度人民坐上风驰电掣的日本列车。但是各位，为了从中国手里面抢下这个大客户日本当年给出的优惠条件，那已经不能叫优惠了那简直就是割肉放血大甩卖在这笔147亿美元的总预算里日本政府主动向印度提供了整整80亿美元的贷款，而且呢，这个贷款的条件简直能把全世界的银行家都给气吐血。首先是这个年利率它只有可怜的0.1%，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其次呢，这个还款期限长达50年前15年居然还不需要还本金。当时日本是一片欢呼沸腾觉得安倍真是下了一盘惊天大棋，用技术和银弹牢牢套住了印度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日本的铁路工程师们也是信心爆棚觉得去了印度那绝对是降维打击。然而呢，日本人太不了解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了在3个的地界上，所有的商业逻辑契约精神乃至现代工程常识，在莫迪老仙儿这个大因果律面前全都是一张用来擦屁股的废纸。从2017年名义上开工开始日本就一头栽进了一个根本就看不见底儿的修建大坑原定是2023年竣工，结果呢，到了2023年你别说是通车了连铁骨的毛都没顺利清除这10年3个都在干嘛呢？今天说，哎呀，地方上的地主老爷不肯放地征地受阻了，大家等等哈。明天说，哎呀，换了地方政府啦，之前跟你们日本谈好的规划不算数了，我们要重新修改设计方案。后天又说，因为疫情原因，我们的工人要回家练瑜伽休假了。10年的时间这工期呢是一拖再拖，日本人的低息贷款和真金白银就像流水一样哗哗的往恒河水里倒。但印度的土地上呢，除了建起了一堆光秃秃水泥墩子，
连一寸真正的日本新干线铁轨都看不见。那如果仅仅是工期延误、造价飙升，日本人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那看在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份上，也就忍了。但最让日本人气不过来的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三哥玩出了一手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白嫖与过河拆桥。到了2024年前后印度国内突然刮起了一股极其诡异的舆论风潮，印度的媒体和官员开始在各大场合公开碎碎念。其实吧，日本的新干线也没啥了不起的，日本只要帮我铺一铺地基，搭一搭铁轨，干点苦力就行了。那至于在铁路上跑的列车嘛，我们觉得法国制造的更帅，要不咱们引进法国的吧。再说了，咱们印度现在的工业这么发达，那干脆用我们印度本土制造的国产列车得了。日本人一听当场脑瓜子嗡嗡的呀。当初说好是一整套新干线系统打包卖，合着你们现在只要我们干最脏最累的修路活，核心的列车采购你们要找别人。原本印度计划引进的是日本东北新干线的绝对主力157系车型，但问题是因为这个工期被印度活活拖了近10年这款车在日本本土都快停产了，导致造价成倍的往上翻。三哥一看不高兴了，反过来咬一口，嫌日本坐地起价。那到了2025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急得亲自跟莫迪会谈低声下气几乎哀求的提议，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还在实验室里开发中的最新型10系新干线留给你们，等2030年初搞定了，一定优先供给你，你看行吗？甚至就在前几天，日本那个高市访问印度的时候发布的联合声明里还明确写了这一条。可是结果呢，莫迪老仙儿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印度官方报告里傲慢的宣布2027年的8月，我们高铁的苏拉特到瓦皮段就要正式投入运营了。但是届时投入运营的绝对不是什么日本的新干线列车而是我们印度本土制造的设计时速只有280公里的 B28 本土列车。大家看明白了吗？这日本又是给贷款又是出技术又是派专家，在印度的大山里蹲了10年结果到头来首发通车剪彩的时候，铁轨上跑的是印度人自己造的火车。日本费尽心血塞进去的所谓高端新干线技术，在印度人眼里彻底沦为了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随时被像抹布一样抛弃的备胎。如果你们觉得这已经够惨了，那你们太小看三哥的手段更致命更毒辣的背刺还在后面呢。日本的一名资深铁路工程师最近呢，在东洋经济在线上揭露了一个让整个日本铁路界陷入绝望的底层黑幕这个黑幕在业内被称为信号系统清洗。在2025年的1月，印度高铁公司突然对该线路的信号通信系统进行了公开招标。在招标书里三哥极其阴险地写下一条硬性规定，本条高铁的信号系统明确要求采用欧洲标准的 ETCS L2 信号系统。这一句话直接把字面意思和物理层面上把日本新干线的 DSATC 信号系统给彻底排除在外了。那懂点高铁技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日本的新干线之所以号称几十年来安全无事故它的核心命门就在于它是一套高度封闭车轨一体的独立系统。它的列车它的铁轨跟它的信号控制系统是死死的绑定在一起的。那日本的列车根本就无法在欧洲标准的信号系统上安全运行。这位日本工程师在文章里哀叹既然信号系统已经全部换成了欧洲标准，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日本的列车系统注定要被全面清洗出局了。日本政府这一次是彻彻底底的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导致最惨烈的失败。难怪钱大臣会气得在网上不顾体面的大骂印度高层因为日本人在技术和商业上已经被莫迪老馅给玩弄的体无完肤，直接被剥夺了继承权。这哪里是搞合作呀，这简直是明抢那最后呢，咱们真得好好反思一下日本在这场长达10年的高铁大变局里到底输在哪里这表面上看，日本是输在了印度的办事效率极低、征地困难和三哥的出尔反尔上。但是你要扒开表面看底层逻辑日本彻彻底底是输在他们把地缘政治的幻想凌驾于了基本的商业规律和技术规律之上。当年的安倍政府之所以心甘情愿去当这个倒贴80亿美元的绝世大冤种，
那无非呢只想拉拢一下印度啊，在亚洲搞所谓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想借着印度啊来牵制咱们中国。他们总有一种极其天真的优越感以为只要我给的利益足够多，以为我这个姿态摆得足够低，钱给的足够快，印度呢就能变成日本在南亚最铁杆的小跟班。然而日本是千算万算啊，没算到他们碰上的是整个国际政坛上号称是永不沾锅、只进不出、雁过拔毛的印度。在莫迪老仙儿和那帮印度精英的眼里啊，什么地缘政治啊，什么日印友好啊，那都是老仙儿拿来在国际舞台上刷存在感、骗投资的筹码。你日本想来投资，太欢迎了，低息贷款赶紧拿来，技术图纸通通留下，最苦最累的基建民工活你来干。但是你想要从我三哥的兜里面套走1分钱的利润，你想要让我在核心技术上听你们日本人的控制，对不起门都没有。等我把你们的修路技术学得七七八八了，反手就是一个欧洲信号系统，直接一脚把你扫地出门。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